在很早之前，我出过2期视频，是讲 CamRaw 和 PS 色彩空间设置，以及照片调完颜色之后，我们需要嵌入什么样的色彩配置文件，才会让我们的照片传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传给别人的手机，不会出现巨大的色彩偏差。由于制作那2个视频的初衷是想让大家去学习到更多色彩方面的知识，讲的比较深，导致有一些初学者很难看懂，最后把自己搞懵了。那么这期视频我就重新来组织语言，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让初学者来理解这个色彩空间。色彩空间其实它就是来解读照片当中色彩的一种标准。就打个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它是一个点 RW2 的后缀名在严格意义上它目前还不是一张照片，它只是记录了各种数据的一个数据包。那么这个数据包它是不知道它这里面的这些红绿蓝这些颜色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准确显示照片中的色彩，那么就需要我们在解开这个无损文件的这个软件里面去设置一个标准。 PS 里面有个首选项，这里有个 CamRaw 有个工作流工作流里面这里有个色彩空间。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很多种标准就目前而言，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社交平台、所有的视频平台只支持 sRGB， 很多人的显示器只支持 sRGB， 有些特别低端的显示器它也只能支持到 75% 的 sRGB 的显示，有 95% 以上的人用的电脑显示屏只支持 sRGB， 它没有办法到这个标准。Adobe RGB 它是一个更广的色域，它是比这个 sRGB 颜色显示更丰富的一个色域，只有摄影的从业者或者是影视工作者才会买支持到100% Adobe RGB 色彩空间的这样的显示器。我们拍摄的照片是想给更多的人去看，而不是给少数人去看的。所以说我们在照片储存为 JPG 时一定要嵌入 sRGB IEC 61966，选择这个最窄的色域的目的就是你的照片能兼容更多低端的显示器，能让更多的大众人去看到你这个照片的准确颜色。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如果你的照片是通过互联网传播，没有打印输出的需求，你就干脆在 CamRaw 当中把这个色彩空间设置成 sRGB IEC 61966这个最窄的色域就可以了。刚才我说相机当中拍的这些无损文件，它自己是没有色彩空间的，它该怎么去显示颜色，完全是取决于解开这个无损文件的这个插件，就是 CamRaw 它是怎么设置的。如果这个工作流当中的色彩空间设置的是这个最窄的色域，那么它就会用这个最窄色域的标准去显示刚才那个无损文件当中的颜色。如果你设置的是这个比较高的 Adobe RGB 1998这个宽色域，那么我们下次打开无损文件，无损文件当中的色彩就会以这个标准 Adobe 的这个标准去显示红绿蓝这些颜色。那么我们这个色彩空间这里面每一个选项它都有自己的标准，苹果 RGB 有苹果的标准， Adobe RGB 它有 Adobe RGB 的标准， sRGB 它有 sRGB 的标准。你选择不同的选项，它的显示颜色的标准不同，不同的标准之间红绿蓝这颜色都会有细微的差距，有些颜色甚至有更大的差距，比如说紫色、绿色、浅绿色这些差距更大。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大多数人显示器都能支持的这个色域，这个色彩空间，那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直接用 sRGB。那么我们下次拍摄无损文件全部都会以 sRGB 去显示颜色。那我们这个时候颜色在 CamRaw 当中调完之后，你肯定是要点右下角的打开，点了打开之后，你肯定是要在 PS 里面去修一些穿帮不需要的东西你修完之后肯定是要把这个照片储存起来的，是吗？那你肯定是要点文件，点储存副本，然后在弹出的格式当中选择 JPG。那这个时候你看嵌入的色彩配置文件 sRGB IEC 61966是不是和我们刚才 CamRaw 里面设置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储存的照片当中会嵌入这个色彩配置文件，就是这个 sRGB 了。那么你这个照片是用的最窄的色域储存的，那么你这张照片再传到社交平台，再发给别人的手机，发给别人的电脑去看，色彩偏差就会控制在 10% 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会好奇，会问为什么不是100%一样为什么只有 90% 相似了？因为别人的显示器、别人的手机，他们的生产厂商、品牌使用的流水线、生产这个发光二极管的技术标准，他们都没有办法统一。三星有三星的标准， LG 有 LG 的标准，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标准，是没有办法达到所有的显示器能看到一模一样的颜色的。除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生产显示器的这个厂商全部合并成一家公司，并且用一种标准去生产一种显示器，才有可能达到100%一样的显示颜色。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照片出现巨大的色彩偏差，
就是你开幕当中的这个首选项设置的这个色彩空间，它的宽泛度太宽了，就是说你设置的是 Adobe RGB 或者是 ProPhoto RGB， 像这种是比较宽的色域，就是很多人的显示器是支持不到这么宽的。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色彩空间设置成了这个非常广的 ProPhoto RGB， 那么你调出来的照片储存为 JPG， 嵌入的也同样是这个 ProPhoto RGB 的这个色彩空间的配置文件，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社交平台是不支持的，那么它还是以这个他自己支持的这个 sRGB 的标准去解读这个标准，那么他用这个窄色域的色彩标准去解读这个广色域的色彩标准，他肯定也是胡乱解读啊，胡乱翻译啊。所以说要想颜色没有什么太大偏差，开幕当中的这个色彩空间你就干脆就设置成 sRGB 了。那这个模式只针对照片只在互联网上传播，没有喷绘打印输出需求。好了，如果你对摄影后期感兴趣，可以点一下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又出来拍 PS 素材了。我在公园里发现这样的一片草地啊，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能拍几张。我这个角度拍过去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里有前景的芦苇。我等下用85定焦拍，看一下效果。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出门拍照啊，都不会带太多辅助工具，甚至什么辅助工具都不会带，只是拿着相机边走边看边拍，纯属就是个爱好。那我这里拍的这张照片啊，就符合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同样，我也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像这种想要拍出发丝光、轮廓光啊，多半都是逆光、侧逆光。那么像这种侧逆光的情况下，人的面部都是比较黑的，再加上远处这些草，它会有一个很亮的反光面，和背光处这些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像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照片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宽容度是不同的，相机的宽容度并没有人的眼球分辨那么高，那这就需要我们用后期去补救。那通常一些零基础的小白啊，会上来就用亮当中的阴影去拉，这样拉阴影的话，照片会看上去很平。当你把面部的光线拉足够了，那么这个面部的光线和后面这些光线整体的感觉，它就比较平，不够立体。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那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蒙板啊，用镜像蒙板，拉出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圆形，然后把它旋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覆盖远处的这个芦苇和近处的这个草啊，这个草都给它覆盖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蒙板当中，然后通过下面的这个曝光啊，给它提亮。这样我们提亮人物的面部的同时，它会跟着把这个局部的高光区也稍微提亮一些。那也就是说，远处的这种高光这个反射和镜面的人的面部的亮度是同步增加的，这样就会显得画面的立体感不会丢失。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缘，边缘要稍微扩大一点啊，让它有一个渐变羽化的那种效果啊，不至于很容易被看出来是被做了一个局部的镜像啊。那接下来为了让这个画面有一种朦胧的效果啊，我们需要把背景给单独的选出来啊，选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柔化。那我这里用的方法同样是用选择背景的方式啊。这个时候它会新建一个蒙板，把整个背景全部给选中，然后把 Camera 右下角这个滚动条往下拉，找到这个清晰度、纹理和区薄物这个板块啊，我们直接把清晰度往后退，大家来观察远处的这个芦苇啊。大家观察一下，是不是非常朦胧啊？它柔焦的效果就出来了。然后上面这个纹理也可以稍微退一点，这样一来，我们这样一个柔焦的一个背景效果就制作出来了，也不需要任何插件，也不需要进 PS。然后为了让人物面部的光影均匀，能让脸看上去干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再建一个蒙板。这个蒙板我们要选择这个人物啊，在人物当中啊，你去把面部皮肤和身体皮肤勾上。给它创建一个单独的这个面部皮肤的一个蒙板，然后还是把右下角往下拉，还是找到这个清晰度这里，把清晰度减一点，纹理减一点，这样它就会把面部的光影给均匀化。光影均匀化会有一点画质的牺牲，但是像这种环境人像，人面部并不占画面绝大部分的话，我们做这个面部清晰度的减弱，并不影响观感。大家注意啊，不是绝对不影响，只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观看照片不影响。接下来就是净化整个照片的色彩了。那远处你看这有一个山，那这个山的背阴处啊就会产生这种蓝。那这个蓝呢，我们需要把它削弱，因为蓝色和这些黄色放在一起，它对冲太严重了，显得很突兀，就显得画面乱不干净。那我们可以到 Camera 当中把这个混色器当中的这个蓝色的饱和啊稍微降一点。大家观察远处这个山呢，
你只要把这个蓝色降下去，画面就会比原先有蓝色的时候要干净一些，颜色也就更统一一些。再往最下面拉啊，这里有个校准，我们在校准当中啊，可以把蓝颜色的这个饱和退一些，让画面的饱和度下降一点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色温色调这一块位置啊，来对色温和色调做微调，来找到一个更符合你内心审美的一个色调啊。我觉得松下这个机子的白平衡把握的非常好啊，我觉得都不用调色转档这一块啊，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你就这样就可以出图了。如果要求还很高的话，你可以点打开，把这张图通过 Camera Raw 转到 PS 当中，再到 PS 当中用各种各样的修图工具去修饰它。比如说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人自己胖不胖啊，脸大不大呀，就可以使用滤镜当中的这个液化功能。那液化功能呢也非常好用，你只需要点液化功能左下角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大家看啊，这里有个人头的标志啊，那它这里右边就会自动的把这些五官啊、脸啊都给你识别出来。你看眼距啊、鼻子啊、嘴唇啊、脸型啊，你都可以把它展开进行微调。比如说我觉得他的脸型稍微有点胖，那你把脸型啊这个形状给它点开，把脸部的宽度这个滑块你拉一拉，你看它自然就会把脸给你弄瘦啊，看到没有，对吧？下巴的高度也可以从这里来调，你看我们把下巴的高度稍微收一收，眼睛的大小你可以在这里调一调，这就非常傻瓜了，就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手机美颜 APP 差不多的啊，根据你的需求在这里面去调就完了，很简单了啊。现在 PS 这个液化里面这些功能都很傻瓜了，如果你觉得右边这些傻瓜功能你觉得玩的不过瘾啊，你可以用这上面这些手动工具去推，你想瘦哪里就推哪里。比如说你想瘦身啊，你就把身体推一推，把身体往里面收一收。如果觉得脸部的形状不好看，用这个手动工具你自己去推啊，轻微的去推它。那你液化都完成了之后啊，觉得面部这些瑕疵很在意的话，你可以用磨皮工具给它做个磨皮。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很多粉丝想看人像后期修图技巧，正好我今天找到了一张比较合适的素材。接下来的几分钟啊，我会教会你如何去统一肤色，如何去优化照片的影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的直方图，直方图左边和右边都有贴墙顶天的现象，那么证明啊这个画面中有纯白的像素点分布，也有纯黑的像素点分布。那么你可以通过你自己去观察这张照片，去理解一下这张照片它需不需要纯白的像素和纯黑的像素。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照片是需要的，因为纯白的像素正好分布在太阳的中心发光的位置，纯黑的部分呢是分布在这个人的头发的背光处。那这个地方啊已经成了死黑了，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拿到的是网图，它的后期调整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黑色的这个地方我就不建议去拉了。如果你自己拍的是无损文件的话，你可以试着拉一拉，当然也是取决于你的创作意图，你需不需要展现出背光处的这些头发丝。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直方图分布最多的这一块区域，正好是中间调往暗部走的这些区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画面中啊没有太多的一些亮部的一些像素。那么同样也是通过你自己对这张照片的理解，你认为这张照片是需要用这种影调来表现，那么你就不用去动这个影调。那么我个人觉得啊，这张照片不应该用这种暗调显示人物啊，也就是说让这个照片大面积比较暗的一些区域让它提亮一点，在亮里面直接先把曝光提起来。大家看我们提亮曝光之后，直方图偏暗和中间灰这一块区域是不是往右边在走啊？你看本来是在左边，一拉亮它是往右边走了，对吗？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影调啊才更符合这张照片。提亮之后你会发现整张照片的饱和度都特别的高，以及这些大量的绿色的植被漫反射把皮肤都染成了绿色，它的脸偏暗的这些区域都有偏黄偏绿的现象，脖子下面这一块也是偏绿偏黄的一个现象，还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偏黄偏绿，还有这个位置一大片都是偏黄偏绿。那么等一下我们就来把它的肤色统一，在 Camera Raw 当中啊先把影调给它弄好啊，再进 PS 去做这个皮肤的色彩色相统一。本身逆光照片啊它这个反差就比较大，我个人建议啊要把对比度稍微降一点，不让它有这么强的反差，让这个画面阴影和高光之间啊有一个过渡的感觉，让人像看上去柔和一点。接下来我们点开颜色啊，颜色当中有色调和色温，那这个色调和色温非常重要啊。照片的颜色显示的准不准呢，就主要是靠这里啊。开始我们也说照片偏黄，偏黄的话我们可以把色温试着往冷处偏。之前也分析过，脸上有些暗处是偏黄偏绿，是吗？那么我们可以把色调这个绿啊往右边加，让脸看上去有点血色。那么这样去加，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掉这些偏绿啊偏黄的这些地方。
那你说我们继续往前压行不行呢？你看继续往前压，脖子下面这些偏绿，脸旁边偏绿的位置是改善了不少，但是你看这个皮肤是很不自然的，所以说这个继续往前加它肯定是不可取的，我们只需要适当的给它加一点点，让它这些偏黄偏绿的地方啊有所改善就可以了。这个力度一定要控制在皮肤要正常。为了让整张照片看上去有暖阳的效果啊，我们可以在校准当中先把大面积的绿色啊给它做一个偏移。好，通过我们把绿原色和蓝原色偏移了一下，我们把这个暖阳的效果啊给它营造出来了。你看之前稍微冷一些，你看现在后面的这个植物它是不是偏黄一些啊？感觉是被太阳照射的，有一点点漫反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右下角的确定，把这张照片啊直接打开到 PS 当中，然后在 PS 里面做一个肤色的统一。我们直接在图层上面去创建一个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层，然后我们用这个小手啊去提取一下偏黄偏绿的位置啊。我们提取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这个地方颜色识别的准不准啊。如果不准的话，你去自己手动点开在这里面选择黄。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色相偏成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状态。把它偏成夸张的状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调下面这个范围。大家看我鼠标啊，我们调这个范围，把这个偏绿偏黄的位置给它显示到你认为你肉眼看到的那个范围。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做这种大面积的偏移，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范围在哪。我们把它偏成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偏黄偏绿的位置就覆盖在这个我们开始用肉眼看到的那些地方。那这个地方如果太大太小，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范围去控制一下。大家看这些颜色覆盖的位置，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调整的那些位置。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色相回到正常，回归到正常之后，我们再把它往红色偏。现在我们就把肤色给校准了啊。我们做肤色校准的时候啊，会导致背景上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并不需要背景有任何偏移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版给它反向一下。反向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们已经把刚才的调整效果全部用黑色的蒙版给盖住了啊，不显示。那么我们直接用白色的画笔为这个黑蒙版上涂白色，显示局部就可以了。它脖子下面这一块是偏色的啊，我们用这个白色的画笔涂一下脖子，这样就可以把脖子上那个偏黄偏绿的效果给它消除掉。还有这里脸上也是一样的啊，这儿也是，还有头发这个位置，它胳膊肘下面这一块位置也是非常明显的，给它刷一刷。还有这边也是。还有这个指头中指这里也蛮明显的，大家有可能看不出来效果啊，我这里关一下效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没有，它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之前和之后的变化，还有这个中指这个位置，你看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特别是它这个脖子下面这一块是特别明显的。你看偏绿偏黄的效果改善了。其实人像修图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去掌握，比如说人像磨皮呀、液化呀、修穿帮啊、去瑕疵啊、美白牙齿啊、做眼神光啊、做轮廓光啊。因为视频时长的原因，我不能把这所有的知识全部融合在一个视频当中。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一一给大家分享这些技巧。还没点关注的，不妨点个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